你好，欢迎来到沙瓦的频道。今天一切还顺利吗？如果时间容许，希望你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能抽出一点时间，让我们一起了解更深层的内在世界。或许，这能帮你找到一个让心灵得到片刻宁静的角落。001探索内心的自己，自我的探索。我们总是试图了解自己，却又害怕真正看见内在的黑暗。你以为你认识自己，但那不过是社会灌输的形象、家庭期待的投影，以及你用来取悦世界的面具。当你以为自己是善良的、努力的、受害的，这些标签其实都只是自我防御的产物，避免你直视内心的空虚与恐惧。但你以为的自己，真的存在吗？还是只是过去经历与未解课题堆积出的习性？你真的认识自己吗？还是只是过去的延续？如果今天没有人爱你，你还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吗？如果你的事业失败，你还相信自己有价值吗？如果世界不再给你任何回应，你还能感觉自己存在吗？这些问题是残酷的，但请诚实回答，因为这些答案才是你的真相。真正的自我，不依赖他人的眼光，不依附外在环境，不会因为得不到认同就消失。可是，大多数人活在未尽的循环里，活在过去的恐惧、惯性的反应、未解的情感伤痕之中。于是我们变成了过去的囚徒，不自觉地重复相同的痛苦模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亲密关系总是在重复相似的模式？你总是吸引到相似类型的伴侣，经历类似的伤害，挣扎于相同的课题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你内在未曾解开的结，一次次的吸引相似的情境，让你看见自己尚未学会的功课。人际关系，镜子的残酷与温柔。关系是一面镜子，它映照出你内心的匮乏与执着。你对某人愤怒，并不是因为对方真的错了，而是因为他激发了你内在不愿面对的部分。当你嫉妒某人，这不是因为他拥有你没有的东西，而是因为你从未允许自己去争取。当你对某人产生深深的吸引，这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神奇的魔力，而是因为你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活出的部分。我们用各种方式试图控制人际关系，讨好、操纵、冷漠、责怪，因为我们害怕真正的看见自己。我们用爱来填补内心的黑洞，却发现关系越亲密，内在的恐惧与伤口就越难掩盖。这些未解的恐惧，这些惯性反应，正是你的未尽循环，它们将一次次带你回到相似的情境，直到你愿意真正觉醒。从恐惧到爱，从命运的轮回到自由的选择。如果你真的想探索自己，那么请停止把关系当成逃避的工具，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修行。当你因他人而受伤，不要只去责怪对方，而是问问自己，这份痛苦究竟指向了我内心的哪个伤口？当你渴望爱与认同，请回头看看自己，我能不能先无条件的爱自己？真正的疗愈，是超越旧有的情感模式，不再用过去的创伤来定义自己，而是允许自己打破旧有的习性，进入新的存在状态。心灵的成长，就像一朵花的开展，需要耐心，也需要勇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必须愿意放下旧有的情感习性，清理那些累积已久的负能量，让内在的自己重新焕发生机。当你开始真正的面对自己，你会发现，孤独不是惩罚，而是一场恩典；关系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疗愈。最终，你不再害怕看见自己，也不再依赖他人定义自己，而是以一种全然自由且深刻连结的方式，存在于这个世界。这一次，你会选择继续被旧有的习性牵着走，还是终于活出真正的自己？感谢你花时间听到这里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带来一点安慰与力量。祝福明天的你比今天更勇敢，更有智慧，持续拥抱更多可能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